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呢，看到这个风那么大，凉爽的风，我们带大家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度假胜地云顶高原，是要来拍2台车，其中一台就是很大台的7人座的车款，就是 Proton 的 X90啊，它是一个 SUV 车型啊，也可以讲它是一个 MPV 车型。那一部影片可能是在这一部影片之后出，也有可能是在这一部影片之前已经出掉了。所以如果那一部影片已经出了的话，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 link 就可以看到了啦。那如果还没有出的话，大家可以赶快把我的这个频道订阅起来，小铃铛跟它嘟下去，这样等到那一部影片出来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啦。我们把 Proton X90开上云顶啊，那么大台的车驾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力啊？在那一部影片里面就有各种细节。那今天这一集呢，没有错，就是你们thumbnail看到的那一辆最新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Proton 的 Sedan 车型 Proton S70。相信大家一直有看我的影片，都有看到我的新衣服上面的这一个 logo， 对不对？没有错 ，Excellent Group 呢，在南马区就有一间专门改 Alphard Wildfire 车体还有 Interior 改装件的这个旗舰店哦。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 Alphard Wildfire 的 bumper、车头灯、车尾灯、bonnet、fender， 他们还有做 Interior 的提升。你要换 player， 你要装星空顶，你要做一些 Alcantara， 你要换 carpet， 还是氛围灯，甚至你要把车上的椅子换掉，这里也是有啊。而且不只是有 Alphard Wildfire 的10系、20系、30系、40系的款式可以更换，甚至你要换上 Lexus LM 车款的车体改装套件，还有 Interior 改装套件，他们都有。从10系到40系到 LM 系列的车头大灯，这里也是有，而且都是非常顶尖的品质 quality。你们车上的 steering 如果它的皮革已经烂掉了，不需要麻烦去外面包皮，只需要来到这里把 steering 换掉就可以了。而且还有 Lexus LM 的款式啊。如果你要有更好的 privacy， 或者你要你的车上有更好的隔热效果的话，当然 Excellent Group 他们在隔壁家就有自己的隔热膜专卖店。我自己的每一台车都是用他们的隔热膜，相信大家一直有追看我的频道都知道，我对他们的产品还有他们的手工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到这一间位于马来西亚南马区 Johor Bahru 的 Alphard Wildfire 车体还有 Interior 专门改装店，或者 Excellent Group 他们的专业隔热膜安装店的话，我会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留上他们的地址还有联络方式。大家有看到这一个 banner 吗？没有错，只要你们来这边年丁的呢，把这个 banner 的画面 screenshot 下来给老板看，将会获得18%的现金折扣。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Let's go！ 这一台车我们之前有拍过详细的 Interior、Exterior 的介绍，还有这一台车的各种功能的介绍，当然也包括马路上、公路上的试驾体验。今天我们带它来到云顶高原啊，不单只是要试驾马来西亚一般的公路罢了，我们要让它来跑一跑山路，试下在云顶山路上这辆1500cc 3缸涡轮增压引擎，加上一个 DCT 气速双离合变速箱的车款呢，驾起来有没有力？感觉是怎么样？它的引擎啊，不像那一台 X90 这样子有一个电动马达的辅助啊，这一辆车就是一个普通的1500cc Turbo 罢了，而且不是 TGDI 啊，没有缸内直喷技术啊，所以这颗引擎有没有力呢？我们详细的测试山路表现是怎么样的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台 Proton S70开上云顶，然后这一次我们载满人也没有载满啦，就4个人。Ryan Test Drive 的 Ryan， 大家好，我就是 Ryan Test Drive 的 Ryan， 还有我们的 Ranger Man 阿 Man，Hello， 大家好 ，Ranger MAN， 对，没有错，还有我们的阿 Jeff。我们要把这辆车开上云顶了啊！这个其实它的排档杆跟那个 X90啊是一样款，我不是很喜欢啊。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 X70的那个，就是一次可以拉2格，这个一次只可以1格，所以你要去 D 的话，你要2次，给你要去 Reverse， 你也是要2次这样子啊。那个我没有很喜欢啊。OK， 我们就省略掉那些什么 Highway 的试驾体验啊，之前已经做过了，所以错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啊。现在我们直接就上来云顶了啊！我们过掉那个绕耳包。
包了，就是那个好像小城堡这样子的绕包。我们就先来试用一个比较 normal 普通人开车上云顶的方式来开这辆车。刚刚我们就驾了 X90嘛，所以现在驾 S70啊，其实那个体验是差别蛮大的，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sedan 的这种驾驶感的。然后因为这辆车现在是坐了4个人，所以可能等一下在比较激烈驾驶的时候会有比较严重的 body roll， 重量会转移嘛。这个我们等一下试看看啊。现在是这个 Sport Mode，OK， 现在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驾驶啦，就是一般人驾云顶的方式，就是看到斜坡就踩油，看到下坡就踩刹车的那种方式，转弯也是会带一点点刹车。OK， 我觉得 sedan 就是 sedan 啊，还是有比较容易掌控的一个驾驶体验。如果是一台 SUV MPV， 可能你会觉得整台车很旺，比较会往外抛一点 ，sedan 就少很多。虽然讲这辆车是一个 torsion beam 啊，很多人在嫌弃啦，尤其是一些黑粉啊，你可以买的 Proton S70用 torsion beam 跑云顶不能的啦。可是我觉得啊，以现在这样子一个日常驾驶的方式来驾这辆车走云顶没有问题嘞。你们有觉得有问题没？看这样子顺顺转。OK 吗？没有问题吗？你以为你下赛道咩？真的是会去感受那个猫地令吗？不会，不是每一个人会的。OK 啊，这个动力表现啊，真的是比 X90好很多啦。虽然它没有那个猫 Hybrid 的那个电动马达辅助，可是这个不是缸内直喷的引擎啊，缸外喷射。OK， 缸外。Multi-point injection 啊，就是多点式喷射 ，OK， 我觉得 OK， 这个动力表现没有问题，以这辆车来讲可以的。轮胎再好一点更好，我个人对轮胎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啦，所以还是不错啦，还是不错。驾山路，不管是云顶还是哪里的山路，当车一多，车速一慢，对一台车就是很大的挑战了。如果你的车速慢下来了，你要借力啊，你的车如果没有力，动力不足的话，像这样子又要转弯又要踩油啊，你的力不够来的话不行。可是这辆车 OK， 你看我油门一下来了的。然后这个 DCT 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辆车比较轻，它比 X90轻很多。这个 DCT 我觉得它的反应比较快，比较聪明啊，换挡比较聪明。刚才 X90 我一直很想去拨那个 pedal shift， 可是这辆不需要。再来坐稳。哎呦哎呦！哎呀，跟哪里 ？No。OK， 你看啊，这个油门一下还没有踩完呢，这个油门是顺着踩。踩刹车，这个弯很斜哦。哎呦 ，checkpoint。如果可以有 pedal shift 更好，因为我在转这的时候，我不想我的手离开方向盘啊。看要干掉这种车，根本就是太简单了，而且它的方向盘的这个指向哦 ，very good， 真的很好。如果你们要买这个车啊，你不确定要不要啊，你去试驾啦。当然你试驾不到云顶啊，不过我已经帮你试驾了，云顶是 approved 的啊，这辆车 OK 啦，我决定了，这辆车我一定要拿去跑10磅。这样，乘坐在旁边，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你坐在旁边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哦 ，feeling 就是啊，有点小高潮。小高潮啊！之前我们有跑过电车嘛，在这边啊，对。虽然讲它没有像电车这么稳嘛，因为没有个大电池，可是呢，它的 body roll control 到我觉得还是 OK 的，有 confidence。我觉得也是 OK 啦。然后对于我啦，因为我是 driver 啊，在驾辆车，我觉得每一个弯，虽然它的轮胎是有一点点不够抓的，不够抓地，可是在每一个弯，我可以敢打方向盘，我想要它去哪里，它都会去，除非它不会去，不会去我们就去别边了。那我就收油啦，我就收油，推头的时候我们就收油啦。这辆车还是有蛮明显的推头啦，尤其是在一些比较 sharp 的 corner 的时候，如果你油门不舍得放，硬推，它还是会去外面。所以我们油门收一收，它一回正，我们再给油，马上那个动力就又接上来。Yes， 这个动力衔接我觉得很直接，不会有 delay， 不像 NA 车这样子啊 ，NA 车还要再来就是 right handling，我不得不说，这辆车的 right handling 真的是有一套。如果你问我啦，这个同价位竞争对手啦，驾驶体验最好，动力最好，没有别人了，就是它了，真的没有了嘞。CD 不够力 ，Vios 更死，然后操控表现，我觉得 CD 跟 Vios 我会比较喜欢 Vios 的操控表现，可是这一辆它的跃进哦，不是一点点，是比 Vios 好很多，所以我感觉整个操控感也好，动力表现也好，日常使用是绝对足够的。你要
跑快啦，你要拖 G， 你要跑赛道，你要做一些不是平常人做的事情的话，当然这辆车就还是会比较难满足一些比较激进的驾驶 driver。像我刚才这样驾，我觉得我也还不是很激进。如果你要看很激进的 Westcon、Adrian， 他们已经把这辆车开上云顶了，而且表现非常的好。我一开始看他们的影片，我就是广告收钱，结果我自己驾了过后，我也是很满意。我真的觉得这辆车它在这个价位啊，我们用价位来感受一台车，真的是物有所值啊，也可以讲物超所值了。缺点有吗？还是有的。这辆车如果你要讲缺点的话，它的品牌国产车可以咩？你懂吗？有些尤其是老一点的安格兰迪，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please 你去 showroom try 这个车。如果那个 showroom 啊，他跟你讲appointment 很多人要试驾什么啊，只可以给你看静态的，你也去看，因为这辆车的静态表现啊 ，interior build quality、exterior 的那些整个 design， 比起刚才我讲的那两台同价位的车款，我还是觉得这辆车是赢的。这辆车的表现还是比那两台车来的更加好。当然，如果你有机会试驾到的话，你一定要 try， 一定要体验。Proton 已经有这样好的产品啊，我个人是觉得很 surprise 啊，也很感激吉利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好的产品。打分数啊，10分满分的话，这个价位啊，在这个价位10分满分的话，我们当然不要拿它来跟 Ferrari 做比较啦，啥的咩？这个价位满分10分，我给它8分。你呢？10分满分啊，这个价位啊，以 interior 的成色来感觉啦，加上它的那个乘坐体验啊，我觉得7分。因为椅子我不太喜欢，它的顶背感太强。哦，你不喜欢那个推出来的感觉很强。你不喜欢咩？我喜欢呢。没办法啊，我不喜欢给它顶啊，我喜欢顶人啊。鸡蛋糕。我给他8分啊，另外2分我们留给他。接下来脚改款，给他一个 TGDI， 再混一个猫 Hybrid， 这2分加下去，这辆车就够力了。涡轮猫 Hybrid 又这么轻，真的是会飞，真的是会飞。OK， 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啊，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如果你没有嘟那个小铃铛的话，等以后有什么更好的 content 你就错过了。就像下一集我将带给大家就是 Proton S70。下赛道跑10磅啊，没有跟你开玩笑的，我们真的是去租那个10磅来做这个车的测试。免费的订阅，免费的小铃铛，我们大家一起把马来西亚汽车文化越搞越好，越搞越强。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